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谈了2年的恋爱，今年男友陆博远软磨硬泡要带我回他家过年。我爸妈听说要见家长，精心地帮我准备了礼物。我瞧了一眼，有点心疼，这也太贵重了吧？爸，我去买点烟酒就好了。我爸满脸开心，傻孩子，第一次见家长，咱们用心点。可是明明上一次陆博远只带着些烟酒来，你们也很开心啊。一路上，陆博远提前给我打预防针，允许待会儿我妈估计要问东问西，你敷衍她一下就行。我信心十足地表示，没事，放心吧。我当然知道第一次见婆婆有多难搞，而且网上都说京海的婆婆特别奇葩，所以我早就提前查好了攻略，就连今天的妆容都是乖乖女的素颜妆。一到家，陆妈妈就欣喜地迎了上来。她是一个50多岁、微矮的中年妇女，白白胖胖，看起来很好相处。博远，怎么这么晚？赶紧进屋。过了小一会儿，她才意识到旁边还有个人，这个就是小云吧？进来吧，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我拿起手中的礼盒，阿姨，新年快乐，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橙子。她脸色一变，有点惊讶。小云，你们家是种地的吗？我只好老老实实的点头。这个说种地的倒也没有错。吃过饭，他妈洗了盆车厘子端了上来。小云，吃点水果，进口的。她的脸上明显透露着优越感。你带来的橙子我没动，我们平时吃惯了进口水果。阿姨，这个橙子……我刚想解释，他妈就开始查户口了。你们家是哪里的呀？苏通，我家是个2线城市，陆博远家在1线，那倒也还行，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京海。他妈斜着眼睛自豪着。我愣了一下，陆博远家是单亲家庭，家庭条件一直不怎么样。虽然是在京海大都市，但是京海也有穷人啊。他们挤在这个不到60平的小房子里，居然还能凭空生出优越感。阿姨，我们那边也很发达的，我要为家乡证言。哎，我们这里一般不会娶外地媳妇的，这不是看博远自己欢喜吗？哎呦，不过你也知道，我们这种开明的地方是不兴彩礼的。陆妈妈扒拉了几下车厘子，骄傲地说道：“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。本来我爸妈就没打算要彩礼，但是从他妈嘴巴里说出来，就变了味。我妈一直觉得陆博远是个老实的好孩子，自己勤勤恳恳读大学，没有花家里1分钱，让我平常自己不要花他的钱。我爸更是教育我，出门在外要低调，尤其是不能伤了陆博远的自尊心。所以上一次陆博远上门，我爸妈就在果园上招待了人家。他斜着眼睛看我，听说你还有个哥哥，你以后不会拿我们的钱去贴补你哥哥吧？陆博远靠在他妈身上撒娇起来。妈，允喜从来没有花过我的钱，以后我们的工资卡都给你。他妈脸色有所好转，以前不花，不代表以后不花。你这孩子就是太单纯。又朝着我说，从小到大追博远的人特别多，都是本地姑娘，他却铁了心看上了你。我看了一眼陆博远，他居然有点害羞地承认了。对了，我收拾好了屋子，小云你今天就和我睡。他妈自顾自地指挥着。不了，阿姨，我爸妈让我回去呢。我打算起身离开。看清了他家这个情况，我心里早就想好了，回到家就把陆博远甩掉。我算是想通了，老实肯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形容词。一个男人毫无优点，才够得上老实人。之前没见过陆博远和他妈这副德行，差点就上当了。他听说我要走，顿时喜笑颜开，
把橙子重新提到我的手上。那也好，这个你带回家去吃吧，不要破费了。这句话没错，真的是太破费了。我爸虽然是种地的，但他也是个科学家，全球领先的农业科学家。他培育的水果更是一果难求。就比如我带去的这个橙子，维 C 含量是普通橙子的5倍，还能用于肺炎预防和预后调理。因为培育非常艰辛，数量有限，我爸目前只提供给一些老年康养中心。但是抵不住大家蜂拥而至，这小小的一颗橙子，听说已经被黄牛炒到了5000元一颗。除了这，我爸这些年培育出了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梨子，保养胃部的香蕉，治疗皮肤病的甜瓜。我妈呢，是个营销鬼才，她逼着我爸培育了几款爆品，美容草莓和瘦身桃子。那些明星贵妇经常在咱家水果上市的时候疯抢，日韩那边的女星更是疯狂，直接打飞的在我家门口排队，一度冲击了日韩的整形行业。我爸从一个埋头苦干，常常经费不够用的苦逼农业科学家，一跃成为权威学术期刊的年度10大人物，并蝉联好几届。我妈则栖身财富榜 Top 50，整天数钱数到手软。这不，她又想开拓欧美市场，派我哥驻扎在那边调研。我没敢回家，大过年的，我怕我爸妈知道了会气死。幸好在京海我也有套房，市中心260平的大平层，成了我的落脚处。当晚，陆博远再也没有发信息给我。我觉得他们家的意思已经显而易见了，那大家就心照不宣地分开吧。正想着，我听到大门处密码锁滴滴的声音，一个西装革履但身量挺拔的男人拿着行李箱出现在门口。哥，我吃惊地叫了出来，你不是在欧洲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苏通吗？怎么在这？手上干嘛拿着菜刀？我哥云泽蹙着眉头。我哥欧洲的调研已经差不多完成了，马不停蹄地回国，刚下飞机，想着自我隔离几天，再和我们去团聚。我只好把事情和他说了，并央求他不要告诉爸妈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胡闹！我哥生气了，好害怕。我最怕的就是他，爸妈一直和瓜果蔬菜打交道，是不是思维退化了？这种男人是怎么进得了他们的法眼的？还有你，我倒是想骂你，但是怕脏了我的嘴。他愤怒地拿起电话，立马拨通回苏通，把我爸妈狠狠地教育了一顿。哎，我们全家都怕他，所以我妈把他塞欧洲去了好几年。他走的那天，我们3个在机场抹泪送别，回到家就开了个庆功会。挂了电话之后，云泽盯着我的脸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这段时间，听我的安排去相亲。我有几个朋友倒是人模狗样的。阿别，哥，其实我一点事都没有，分手而已，又不是没分过。我下道遁走，我又不需要治疗情伤，搞什么相亲啊？”我哥沉思一会，也是，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，早日发现。没有羊入虎口，我妈偷偷给我发信息：“乖乖，明天回来吧。”过了一会，又来了一条信息，让你哥自己在那边隔离。第2天，我哥非得拽着我吃完中饭，再放我回家。然后我看到邻桌上熟悉的身影，陆博远和他妈，对面是一对笑意盈盈的母女。这场景大概就是在相亲了，好神速。昨天刚领我见完家长，今天就安排上了，看样子蓄谋已久了。他妈也看到了我，瞬间变了表情。你跟踪我们？我哥眼神询问了下，我无奈地点了点头。我赶紧摁住他要丢筷子的手，压低声音：“哥，我自己能处理。”陆博远看到我们的肢体接触，神色一沉：“允喜。想不到你这么自甘堕落，
立马找了个小白脸。你昨晚就和他在一起的吗？我看了下我哥，穿着卫衣球鞋，看起来果然青春靓丽。我哥也差点笑场，他挑衅着：没错，大爷，你很有自知之明，你长得确实颠沛流离。陆博远拳头握紧，他妈嘬着筷子不淡定了。你们外地人就是不自爱，之前赖着我们家博远就是为了户口吧？他们对面那个微胖矮小的女生开口问道：博远哥哥，他是谁呀？陆博远瞥了我一眼，之前喜欢我的女生，很好，我变成了一厢情愿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当初凌晨12点给我送夜宵，也不知道是谁，每天起个大早帮我和室友占位，要不是他当舔狗尽心尽职，我会看上这种男人。不过现在，我觉得多看他一眼都恶心，我屏蔽他们，安心吃饭。他妈尖细的声音还是不断传来，对我们博远死缠烂打了很久。之前上门拜访还带了一箱橙子，对方妇女，这也太上不了台面了，又不是白磨成，还好意思拎上来。外地人真的没皮没脸，我让他跟我睡。博远自己一个住一屋，他还不愿意。陆博远打断他：妈，你别说了。他妈吧唧着嘴：我跟你说，以后好好对琳琳，大家都是京海人，知根知底的。对面的微胖女孩有些害羞：阿姨，我和博远哥哥会好好的。中途我去洗个了手，出来的时候看到陆博远面色铁青的站在门口，借过一下。我面无表情地说：允许，今天是我妈安排的，我只能陪她来走个过场，你别闹了，行吗？他压低了声音，又恢复了那副舔狗模样。你刚刚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嫌弃地推开他：我们彻底结束了，别死皮赖脸的。陆博远的脸拉得很长，要不是你昨天惹我妈不高兴，我会来相亲吗？怪我了。我难以置信地指了指自己，别人家女朋友上门，要么买金项链，要么燕窝。人参，你倒好，林和橙子上门算什么？他气急：我妈看不上，都是你做的。他上前抓住我的肩膀：别闹了，不能结婚，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我饶有兴致地听他把话讲完，然后恶狠狠地说：放手！不放！行，那是你自找的。我将他的食指轻轻一掰，咔嚓一声，他吃痛轻叫起来。厕所里没有监控，隔音也不错，外面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听到。我拍了拍肩膀被他捏过的地方：疼吗？你可以去报警。不过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录音了。我大步离开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家嘴皮子最厉害的就是我哥，但是手工达人是我。苏通是散打亚军，我爸妈两个浪漫主义的文明人，养了2个不文明的小孩。回到座位上拿包，我冲着领桌3个女人说道：阿姨，我带的就是白沫，只可惜你没有口福了。临了，我又转头：对了，我之前买给陆博远的东西请他还回来，折现也可以，他好像在那边受伤了，你们去看看吧。他们惊呼着冲向洗手间，我和我哥结账走人。路上，他感叹这顿饭吃得太和平了，完全没有他发挥的余地。我轻描淡写地说：我好像把他揍骨折了。什么？这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你晃晃脑袋听听有没有大海的声音，为这种人犯法不值得。我让他稍安勿躁。我知道，他不敢报警。我当然了解陆博远的性子，他没有这个魄力。回到老家，我爸依偎在我的怀里哭个不停。对不起，乖乖，是我们识人不清，差点让你被坏人骗了。我妈也在旁边声讨，真是没想到，小鹿看起来老老实实的，居然是条狗。橙子带回来了吗？在车里呢。我努了努嘴。我妈一阵风似的跑去开后备箱，正好送给你张叔叔。乖乖，
你就留在爸妈身边好吗？外面太危险了。我爸泪眼婆娑。我刚培育了一种治疗脱发的烯酶，绝对能火。爸，我也想啊，但是我妈把我发配京海分公司了。我妈觉得我在那边上学，自然对京海熟悉一点，让我为家里做点贡献。陆博远居然给我发微信：“你带的真是白墨橙吗？”我没搭理他，转手给他发了一封清单，是我买给他的一些贵重礼物。那些低于2000的我就没列，但是手机12000，一双 AJ 球鞋5600，西装9500，我粗略一拉，账单就有53000。我心疼他没钱，毕竟上大学的助学贷款他都没有还清，所以交往期间，我基本上把所有的开销都包了，就连他刚毕业去面试工作，扭扭捏捏想买西装，我都二话不说，直接送了他一套当礼物。想不到还是喂不熟这个白眼狼。既然他给我定义只是一个喜欢他的路人，那就把本路人的钱吐出来。账单发过去之后，陆博远迟迟没有回复。我想了一下，没有把他拉黑，毕竟我还要等他还债呢。过了年，我妈火速把我哥发配非洲，而我立马导航到京海。我爸乖乖地蹲进实验室，谁要是阻碍了我妈的赚钱之路，谁就是叛徒。我家的渠道主要做海外和国内 TOB 和 TOG， 所以京海这边公司人不多，我也乐得清闲。开工第一天，给员工发开工红包，鼓舞下大家工作的热情。转眼刷到陆博远的朋友圈，新的一天鼓足劲，努力离梦想更近。差点忘了他还没有还我钱，那今天的开工红包全部由陆博远买单。我拿起车钥匙冲向天成集团，陆博远现在就职的公司，那是张叔叔的公司，主营自动驾驶。陆博远曾不止一次地向我炫耀，那是风口，将让他飞黄腾达。光宗耀祖确实是风口，天成集团也是该行业里的龙头，但是凭借陆博远自身的条件，根本进不了天成。当初的他面试处处碰壁，毕业就代表着失业。我看不下去，托我妈给张叔叔去了一个电话，让他留了下来。顾着他的自尊心，也没有告诉过他，天成集团是新科技，主要的岗位都是研发相关，中文系的陆博远无法担任核心工作，只能去做了行政相关的职位。但是这也足以让他吹嘘了好一阵子。现在想想，行政和公司风口有毛线关系？我给张叔叔打了电话，他让我直接上去顶楼找他，一定为我伸张正义。到的时候，特助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，一路领着我高调地去往董事长办公室。陈特助，请问行政部在几楼呀？我想先去会会陆博远。7楼。云小姐，怎么了？这样，我先去7楼，你帮先我上去捎句话，我待会儿再来拜访张叔叔，他们工位上都有名牌。我瞅准了陆博远的名字走了过去。嗨，陆先生你好。我打了声招呼，他抬起头，惊到语无伦次。你来干什么？随后压低了声音，你怎么上来的？这些外包的保安实在太不像样了。我来找你要钱啊。我打印了一份账单，扔到他身上。他的同事们看过来，窃窃私语，因为是行政部，女生居多，看到这种八卦场面，自然不能放过。云喜，你够了！我没想到你这么奇葩，你买那些东西是自愿的。随后他提高了音量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周围打量的目光更多了，他们估计都以为我是一个爱而不得、苦苦追求的前任。一个领导模样的女人走了过来，陆博远像是找到了救星。方经理，我这就让保安赶他出去。被叫方经理的人点了点头，随后朝着我说道：“这位小姐，
请不要影响我们工作。我犟着，只要陆博远还钱，我1秒就走。是他不给钱，影响大家的工作。方经理的眼神狠狠刮了一下陆博远，问我什么钱。我把账单拿了过来，这些还有这些，都是陆博远当初问我所要的礼物，总共5万多。这些是你们恋爱期间的吗？分手了就要拿回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小姐，方经理满脸嫌弃，还挺护短的。他的其他同事也在嘀嘀咕咕，第一次看到女生来要钱的，我以为只有渣男才会这么做，谈不起就不要谈恋爱。现在的人真的都很不要面子，想不到陆哥平时挺大方的，怎么还吃女方的软饭？方经理是吧？我们不是恋爱，恋爱是有来有往，而我这完全是陆博远单方面问我索取礼物。我拽拽地看着陆博远，摒弃了恋爱脑之后，我觉得格外神清气爽。方姐，陆博远低低地喊了一声，我怎么听出撒娇的味道？这样吧，你如果要钱可以去打官司，现在不要影响我们工作了。方经理敷衍了我一下，恨铁不成钢地望着陆博远，怎么回事啊？威严的声音从后方传来，转头一看是张叔叔和陈特助走了过来。方经理恨恨地交代陆博远，赶紧把他弄走，然后小跑着迎了上去。董事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此时陆博远已经对我拉拉扯扯。张叔叔冷哼一声，住手，我再不下来，我侄女岂不是被你们欺负死？张叔，撒娇是吧？我也会。张叔叔严肃地说了句，处理下，然后带着我走了。是，董事长，您慢走。方经理在那边哈着腰，同时恶狠狠地看着陆博远。刚走出不远，我听到手机滴的一声，到账5万3。这笔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是对陆博远，那就是割肉之痛。他最喜欢的不就是钱吗？我特别愿意看到他痛。收款，然后微信拉黑。晚上的时候，陆博远的电话打了过来，糟糕，忘记拉黑电话了。一接起来，他就在那头咆哮：云喜，你什么意思？收了我的钱，还想整我是吗？什么事？我懒得和他废话，想不到你这么恶毒，现在公司要开除我，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？笑死，这家公司是我托关系帮你进的，没有我，你连敲门砖都没有好吗？现在断了我这条线，天成集团怎么会愿意养着你？那是你自己没本事。云喜，你真恶心，为了整我，居然勾搭我们老板，你这么不自爱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回头看你一眼。好啊，那你去死吧。我挂了电话，删除、拉黑一条龙。过了几天，一份长达44页的 PDF 在各大微信群疯狂流转，标题就叫做“曝光极品渣女，海王妹脚踏3条船”，还是我大学的室友转给我的，在校友群里已经沸沸扬扬了。PDF 文章里绘声绘色的把我描绘成了拜金女，2线底层人家，家中务农，费尽心机考进了京海大学，为了户口，竭尽全力勾引本市上等人陆博远。为了增加可信度，文章周详地贴上了我之前给他买的各种礼物，坐实了勾引的罪名。当然，文章的爆点还在后半段。苦主陆博远进入京海龙头企业天成集团后，拜金女更是对他穷追猛打，奈何陆博远没有被我打动。我随后勾搭上年过半百的天成董事长，因爱而不得，对陆博远进行了打击报复，导致其被无理由辞退。我哥也有幸在故事中扮演了一条船，并配上了我们一起吃饭的照片。我盯着这一堆控诉材料，差点笑出了声。不得不说，中文系的陆博远对文字的掌控能力还是有的，尤其是对我冠以荡妇羞辱，
一下子就把群众的热情吊了起来。大学同寝室的室友很懵逼，在他们印象里，陆博远虽然穷嗖嗖的，但是对我也算是非常贴心，连带着对他们都是很舔狗的。怎么一下子从舔狗变成了疯狗？我简要的前情回顾了一下，本来这么丢人的事情，是不想让室友们知道的。讲完之后，群里沉默了3分钟，然后爆发了。我操！这陆博远是什么极品妈宝男啊？他那个妈也好奇葩，看看倒霉女嫁进他们家，好恶心呐！关键是他现在还来抹黑你，你出面反驳他，我们来帮你作证。我淡定的回复，让子弹飞一会，谣言多传播几次，到时候正好重拳出击。就在刚才，我已经把公司的法务总监和 PR 总监叫过来问了。目前来说，这种体量的舆情完全在可控范围内，对公司也不会造成实质影响。所以，我的决定是暂时不出手，让谣言发酵一会，至少等到5000次浏览以上，我才好送他进监狱。随后，我的一个室友发现了滑点：云喜，你居然买得到白沫城？我奶奶之前得了肺炎，没有完全痊愈，你还有途径买到吗？其实，我爸是云枪华，我只好老老实实的回答。又是3分钟的沉默。你说的可是那个科学家云枪华，但是你看起来笨笨的，完全没有遗传到的样子。你瞒了我们这么多年，云枪华的女儿居然被京海土著看不起，笑死！对，你连我们都瞒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为了赔罪，我让秘书给室友们每家都寄了1盒橙子。最近肺炎的人特别多，白沫城已经供不应求了，价格又一路水涨船高，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。谢谢云喜，我代我奶奶谢谢你。云喜，我舍不得吃，我可以卖吗？不行了，笑死了！如果陆博远知道错过了你，他会悔恨自杀吗？好想知道。张叔叔也看到了外面流传的造谣，他给我来了电话。小云喜，这个陆博远真是太卑鄙了，颠倒黑白，我找了人打他一顿，对不起呀，张叔，给你添了麻烦了。我有点内疚，毕竟一开始是我把这个祸害送到天成集团的，哪里的事，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机会的。那天陈特助回去查了一下，发现这小子还吃供应商回扣。我知道陆博远爱钱，需要钱还债，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胆大包天，这都还在试用期呢，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没想到陆博远他妈找到我公司来了，我刚准备下班，就听到外面一阵大喊：云喜在哪？我要找你们领导。你们员工打人杀人了。门口处，保安拦住他，他憋着一股蛮劲往里冲，手提包不断地甩在保安小哥的脸上，白白胖胖的身躯甚至坚实。我有点心疼保安小哥，前台小姑娘赶紧进来请示我：小云总，这个女人来找你，我们要不要报警？没事，你把她领进来吧，我倒要看看她还有多少幺蛾子。陆博远他妈跟着前台小姑娘一路来到了我的办公室，他左看看右瞧瞧，哟，小小年纪坐办公室了，你路子果然很野嘛，语气酸得不得了。我妈装扮的富丽堂皇的办公室确实可以闪瞎他的狗眼。前不久，他还口口声声叫我外地人，说我配不上他儿子。想不到你工作这么好，那赶紧赔钱。他双手一摊，满脸都是刻薄。什么钱？你还想耍赖？博远被打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哦，原来是这个事情。看样子张叔叔气得不轻啊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，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。我按了下电话按钮，叫徐律进来。她像一只充满斗志的母鸡。你不敢认，和我们博远结仇的只有你。这个贱人不仅害他丢了工作，还害他进医院。
100万，赔钱，不然我们报警了。徐律推门而入，这位女士，你涉嫌敲诈勒索，我们有权保留追究你刑事责任的权利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要找你们领导。这不是云枪华的公司吗？我看他到底管不管员工。陆博远他妈是撒泼的一把好手，说话间已经坐在地上了。云喜，你见不见呐？我儿子不要你，你就找人打他。这种人，你们公司必须开除，赔我儿子的医疗费，不然你今天别想走。声音动静有点大，我怕影响了员工工作。徐律秒懂，把保安请了进来，还是刚刚那个保安小哥。他恭敬地给我敬了一个礼。小云总，让你受惊了，我这就把他带出去。陆博远他妈还在挣扎，抱着门框不愿意走，大喊：不要碰我，我告你非礼，死看门的！我要找云枪华，你们把他叫来。我走过去，盯着他的脸，他被我看得有毛骨悚然。我说：你找云枪华没用，你看我姓什么？保安，丢出去！我拍了拍保安的肩膀，看到他脖子上被老阿姨抓到的痕迹。今天辛苦了，去财务处领奖金吧。当夜，我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：云喜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妈去你那边闹了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我随后拉黑，转头继续看电视节目。电视上是我爸在参加一个医学论坛，分享白沫城的培育原理，一旁的众多医学老大纷纷论证白沫对肺炎的积极预后作用。我爸一脸自豪地表示，白沫会优先供给国内，首先大批量进入社区医院，由社区医院进行分发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黄牛囤货的可能性。周末我猫在家里看剧，顺便叫了小龙虾外卖。家里的阿姨只会做清淡的菜系，我对小龙虾已经渴望了很久了。电话响起，是徐律。小云总，之前造谣事件的取证已经完成，我们对相关证据做了公证，除了发帖人，一些散播谣言的网友，我们也可以一起告了。好，那等我这段时间忙完就开稿吧。不得不说，徐律真敬业，这大周末的还想着工作。我料想陆博远也该出院了，那就可以出庭了。短短1个月，丢了工作，进了医院，现在还要上法庭，他的人生可真精彩。正想着，门铃声响起，我一跃而起去迎接我的小龙虾。门一开，居然是阴着脸的陆博远。有事，他企图推门而入，我抵着门不让他进，心想待会儿一定要好好投诉物业，交着全市最贵的物业费，居然把杂七杂八的人给我放了进来。云喜，你住在这个答案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吧？但是真真实实看到我的时候，还是露出了些许惊喜。你贵干？我冷冷回道。我可以进去说吗？他哀求着。我看着眼前的陆博远，胡子拉碴，身上的衣服似乎还有油渍，和学校里判如两人。先前的陆博远一直保持着清清爽爽，就算是几年前的衣服，也会洗到发白发亮，整个人充满着贫穷公子的忧郁气质。我依旧死死抵住门，皱着眉头。他看我逐渐不耐烦，开口说道：我妈得了肺炎，现在一直发烧咳嗽，没有好转。我买不到你家的橙子，想找你买一个，婉拒了哈。顿了一下，我轻蔑地嘲笑道：之前你妈不是把一整箱橙子拒之门外吗？现在多喝热水就好了。我家的橙子你们不配吃。云喜，你不要生气了。他温柔地劝解着，都是我妈不好，真是笑到我了。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们2年多的感情，不是说没就没的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的心情有点复杂，思索着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让他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余地。不好，你和你妈过一辈子吧。
我说着要把门合上，我们和好，让我妈一个人生活，我可以入赘，真的，我可以跟你去苏通生活。他急吼吼地表忠心，医生不是说他伤了肋骨吗？怎么把脑子也伤了？陆先生，请你离开，不然我要报警了。他突然发了狂，像一只愤怒的白斩鸡，把我的门踹开，堂而皇之的进到我的房子里。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我妈也同意我们在一起了。你之前一直欺骗我，是怕我图你们家钱吗？他甚至有点感觉自尊心受伤。我笑着把门合上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没想到陆博远降智到这个份上，我狠狠地踢了他的小腿，他站立不稳，跪在我家地毯上。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地毯，真脏。允喜，你想干什么？又想打人吗？他想起了之前被我咬断手指的回忆，开始惊恐。我掰了下自己的手指，骨节处发出嘎达的响声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入室不轨，我只是正当自卫而已。我妈一直严禁我和男生打架，说什么就算练了散打，但是男女力量悬殊，怕我吃亏。但是陆博远我不怕，柔弱的白斩鸡。我瞅准他的大腿猛踹一脚，他的惨叫声响起。允喜，你这个女流氓！我打开房门，跑出了门，在走廊里梨花带雨大喊：有人吗？我家进贼了！物业在吗？请帮忙报警！警察出来调解的时候，陆博远一直强调我们是情侣关系，并不存在入室抢劫的事情。小警察一副看透了剧情的样子，随后对着陆博远凶狠道：男女朋友也不能纠缠啊，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。陆博远老老实实的受训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小声嘟囔着说：分手了。警察温和地询问我：家里有丢什么东西吗？我轻点了一下：没有。那我们只能把他教育一顿，大家调解下好了。我同意了。姓名：陆博远，年龄25岁，籍贯京海市。小警察抬头看了他一眼：小伙子，我也是京海人，你这样很丢我们的脸。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他们引以为豪的京海市，这就把他名誉开除了。警察同志，我要告他，他刚刚打我。陆博远突然攀咬我：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？情感纠纷也要报警吗？就这么浪费我们警力？小警察头也不抬，居然还被女人打，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。陆博远被请出家门的时候，不死心地喊：允喜，你做得这么绝，我们这辈子再也没可能了，求之不得。你这种女人，算我瞎了眼，果然再有钱也是外地人。他啐了一口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一个人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学识、才华、财富、成就等感到自豪，但是扒着出生地拼命自豪的人，到底是什么逻辑呢？我内心甚至有点心疼他们。我打了个电话给徐律，积极地说：徐律，周一就开稿吧。小云总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突然的提速也让徐律措手不及。既然陆博远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我料想他不会罢休。为了彻底甩掉这块狗皮膏药，那我就只能加速把他送进监狱，眼不见为净。陆博远怎么也没想到，下一次和我的碰面是在庭审上。我以侵害公民名誉权、隐私权将他告上了法庭，因为证据确凿且影响严重，被判刑1年。然而，陆博远当庭辩称，自己仅仅写了内容，作为鞭策自己的回忆录，并未将内容进行传播。传播账号的拥有者是他的母亲刘群芳。笑死了！在听审席上的刘群芳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好大儿有这招，不敢置信地停了一下，懵逼过后坐在地上哭丧，大喊着：陆博远，你这个混蛋！
和你那个天杀的老爹一个德行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我为了你起早贪黑供你去读书，不是你要惩治这个贱人的吗？你现在甩锅给我，你不得好死！法官不得已休庭，并出动了法警，最后查明确实是刘群芳所属账号第一次在小区群里进行转发，陆博远无罪释放。我方重新将刘群芳诉上法庭，这一次他没有吵闹，估计是对陆博远深深绝望了，乖乖喜提了监狱套餐。不出半年，陆博远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结婚照，他妈还在吃牢饭呢，居然就迫不及待地结婚了。他邀请了大学的几个朋友圈参加婚礼，很多人知道他曾经的闹剧，纷纷表示没空爷，太远了，不是本人。听说陆博远有点气急败坏，告诫大家人可以不去，但是红包必须到，没有人再惯着他的臭毛病，他只能静静地躺在大家的黑名单。大学同学过来和我八卦，天哪，那个陆博远听说找了个有钱女的，还想让我们随份子啊？不可能吧？有钱人看上他什么呀？你们真的不知道吗？我们一个区的那个女的怀孕了，但是不是陆博远的，哈哈哈哈！陆博远贪图人家的房子，就巴巴的同意了。听说那个女的还有暴力倾向，之前男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分手的，怪不得我有次接诊，陆博远被打得跟猪头一样，头皮都被磕掉一块。大家的语气嘲讽中带着可怜，不过都与我无关了。我看着眼前一堆合同，是英国政府和我们的西梅合作项目。我爸的脱发西梅又成功了，火速让助理订了机票，明天飞英国。我们可是很忙的农民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低头向儿子借钱做手术的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亲情和钱哪个重要？我们都知道，每一对父母都对自己的儿女寄予了很大希望，都希望儿女们成才，过上理想中的生活，同时也渴望等自己年老体弱的时候，儿女们能够尽到赡养义务，从而使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幸福和体面。然而，理想是丰满的，现实是骨感的。作为父母，当我们付出全部的心血把儿女们培养成人，然后为他们买车买房，看着他们结婚生子，日子越过越好时，我们的内心一定会感到由衷的喜悦。养有贵乳之恩，鸦有反哺之情。当我们老了，需要子女们照顾和陪伴的时候，儿女们是否能够做到像我们当初对待他们那样？对于年迈体衰的父母来说，亲情和钱到底哪个重要？69岁的秦大妈是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人，她只有一个儿子，可以说，她把自己一生全部的爱与希望都给了儿子。曾几何时，她以为儿子将来一定会孝顺她，善待她，让她安度晚年。可是事与愿违，2年前，老伴的一场大病让她看清了事情的真相。秦大妈哭诉道：“当我低头向儿子借钱做手术的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亲情和钱哪个重要？”那么，秦大妈为啥这样说呢？在金钱面前，亲情的可贵难道如此不堪一击吗？她与儿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让我们一起听听秦大妈的讲述吧。讲述人：秦大妈69岁，我是秦大妈，今年69岁，从社区退休已经有10几年了。其实刚退休那几年，我的日子过得还算安逸。那个时候，老伴也已经退休，他每月能领6000多退休金，我少一点，每月4500元，加起来，我们2个人有1万多了。对于每月领的这么多钱，说实话，我们老2口根本花不了。我们年龄大了，消化功能也不好了，所以吃啥都没有胃口。每天的饭菜很简单，就是喝点稀饭，煮点面条、鸡蛋什么的。
花不了几个钱，而剩余的钱，我们大部分都给了儿子，因为儿子是独生子。当时我们那个年代，国家实行计划生育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双职工，更不能触碰国家红线，所以没办法，现实情况不允许我们再生二胎。于是，我和老伴就把全部的人生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了，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，将来也好为我们老两口养老。当然，儿子也很争气，很顺利地考取了省内的一所985大学。但是大学毕业后，正赶上国家扩招，对大学生不包分配，无奈儿子的工作问题一直搁置着，无法解决。后来老伴托人找关系，费了好多口舌，才把儿子安排到我们老家的政府部门工作。这一折腾，花了30多万，把我们老两口大半生攒下的积蓄都花光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，我们的内心却是无比的开心。后来，儿子结了婚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每到过时过节，儿子儿媳都会提着大包小包来看我们。儿媳嘴甜，叫爸爸妈妈比儿子叫的还勤，有时还会拉着我的手去商场给我买衣服，且每次去的都是一些高档商场，每件衣服都花费至少1000元以上。对于儿媳的这些表现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发誓以后一定要把她当作亲闺女来对待。1年后，儿媳给我们生下了一个大胖孙子，这可把我和老伴高兴坏了。这就意味着我家后继有人了，香火从此可以延续了。儿子打电话过来，让我过去帮忙带孙子，我当然乐意呀。于是就二话不说，屁颠屁颠去了。刚去了那几个月，感觉还不错，小两口都挺抬举我，说是让我哄孙子。其实小孙子基本都是儿媳妇一个人哄，基本不需要我插手，平时就是做1日3餐和简单的家务。后来日久天长，小两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，基本就是2天一小吵，3天一大吵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儿媳嫌弃儿子没本事，赚不了钱，跟着他没过一天好日子，穷得寒酸。儿子从小就很骄傲自负，哪能受得了这般侮辱？所以每一次吵架，儿子也不甘示弱，针尖对麦芒，两口子总是吵得不可开交。面对此情此景，爱儿心切的我哪能看得下去？于是就给老伴去了电话，把我们退休这些年攒下的10万块钱养老金全部拿了出来。这一下，儿子儿媳之间的战争总算是平息了，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。就这样，我在儿子家又度过了1年多还算平静的日子。等小孙子可以上早教班了，我才回到了老家。没想到回到老家4个月后，老伴却患上了脑梗。那天，老伴和一个邻居老大哥正在公园里下象棋，忽然觉得头晕恶心，几秒后一头栽在了地上。这可把邻居老大哥给吓坏了，急忙拨打120急救电话，把老伴送到了医院。当我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，老伴已经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。等了好久，医生总算出来了，说出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，说老伴得的是脑梗，需要马上动手术，费用最少30万元。天哪，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！我真的无法相信，我和老伴一辈子与人为善，从没有做过什么恶事，上天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们，让老伴在74岁的高龄还要经受这样一场生死考验？老伴做手术，一方面我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，另一方面我们老两口这些年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儿子了，哪有钱做手术呢？这么大数目的一笔钱，从哪里弄呢？
一夜无眠，在老伴生死未卜的关键时刻，我想让儿子帮我们一把，因为在儿子家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一个消息，那就是他们住的那个小区要拆迁。按照儿子家房子的面积来算，至少可以拿到100多万拆迁款。上个月，儿子刚给我打电话，说拆迁款已经给拨下来了，他们打算拿着这些钱再买一栋大房子。我打电话跟儿子商量，想让他给我拿30万出来。我说，你爸的病要紧，房子以后可以再买，或者你们买个小房子先住着。儿子一听就不高兴了，立刻反驳我：妈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前几天已经看好了一套房子，地段、价格都合适，最主要是学区房，以后孩子上学肯定不成问题，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。现在这套房子可抢手呢，好多人都抢着买呢。听了儿子的这一番话，我的心顿时凉了大半截，但是我不死心，还想再争取一下。我几乎带着哭腔对儿子说：孩子，房子再好都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。可是你爸现在是人命关天呐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爸咽气吧？这样吧，我和你爸向你借30万，我们给你打欠条，等后期用我们俩的养老金给你还债。在电话那头的儿子沉默了。我知道，即使我用这种乞讨的方式问他借钱，他还是不同意。他一定是怕自己的钱打了水漂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霎时像跌入了18层地狱，彻底绝望了。我终于明白，在金钱面前，亲情的力量实在太微弱，太渺小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最后，我们还是动用了众多亲戚和老朋友的力量，才把30万元的手术费用给凑齐。老伴的手术做得很成功，20天后，老伴康复了，出院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回到家的第一件事，我和老伴心有灵犀，买了一个记事本，打算把以后每天的日常花费一笔一画地记在这个本子上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同时商量着如何把我们余生的退休金做一个合理的规划，平时做到居安思危，那样等将来真的风雨来临的时候，至少我们的手里还有钱可以依靠。现在的我们内心无比坚定，人到老年能真正做到老有所依的，不是亲情，而是钱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